眼前的村民正赶着一群奶牛在水中赶路，他们要将这些奶牛赶到5公里外的岛上去吃草。他们是帮牛主人放牧的赶牛人，一头牛价值5000元，但凡弄丢一头，这些赶牛人将面临终生负债。这是位于孟加拉国西北部的毕普拉村，每年6到10月的雨季，洪水泛滥，道路被阻断，农田被淹没，整个村子被分割成5座小岛，村民们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巨大影响。艾蒂的父亲佐瑞是一名人力车夫，即使雨季没什么生意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佐瑞还是每天都要推着自行车出去。看着父亲远去的身影，3轮车压在泥地上的车印，仿佛是压在艾蒂心上一样。他很担心父亲，担心淋雨的父亲会生病感冒。从村子里一路骑到市中心，佐瑞一单生意也没揽到，在人多的闹市区更难接到生意。天又下起了雨，佐瑞的心里更加焦急。雨暂时停了，他终于迎来了今天第一单生意，15塔卡2个人，折合人民币1块2。虽然钱不多，但是雨季能揽到生意已经实属不易。才拉了一半的路程，天上又下起了大雨，他们只能半路停靠躲雨，车费也只能减半收取。看着下个不停的大雨，佐瑞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。这是他养家糊口的唯一经济来源。佐瑞没上过学，不知道自己生日，也不知道自己多少岁，因为父母从未告诉过他。他只知道要好好抚养女儿。妻子拉西米正在家里准备晚餐，夫妻俩有4个女儿，艾蒂是其中最小的。姐姐们在13到15岁就已经早早结婚。曾经一家6口的艰难日子，母亲至今记忆犹新。她不想让女儿再过这样的日子。夫妻俩深刻认识到，只有接受教育，艾蒂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父亲淋着雨骑着3轮车回来了，屋前淹过水的泥泞路面让3轮车推上去都困难，还好有邻居孩子们帮忙，才能顺利将车推进去。虽然每天只能挣几毛钱，但父亲一天也不缺勤，因为他相信他现在越努力，女儿的未来就会越舒适。艾蒂也非常懂事，喂鹅抓鸡，能自己干的活绝不让父母再劳累。正值伊斯兰教斋月期间，一家人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，虽然晚餐简单，但一家人都吃得很香。吃过晚饭，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。她能看着女儿学习，虽然石板上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，但她却非常满足。她希望女儿未来能成为一名医生。第二天一早，艾蒂便早早洗漱，准备出门上学。村里的小学非常特殊，这是由一艘船改造的学校，由民间爱心组织捐献，从2011年开始投入运行。每逢雨季，河水阻断道路，这艘河上的希望小学便穿梭在水上，接收村里的孩子前来求学。艾蒂换上了一身漂亮的裙子，和小伙伴会合后开始朝着河边出发。学校早已在岸边等候，从河中钓上来一壶水，将脚冲洗干净。孩子们开始了一天的课程。虽然教学条件简陋，但从孩子们眼里透出的光能知道，他们很珍惜享受这样的机会。老师到达后，第一件事是批改昨天的家庭作业。30名学生，8到10岁不等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小学学业。除孟加拉语、英语、数学，他们还学习美术、体育和音乐。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尽量让孩子们全面发展，学费和学习用品全部免费。孩子们的梦想就是毕业后能继续上中学。休息间隙，艾蒂将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演绎成话剧给大家观看。老师也赞成这样寓教于乐的方式。枯燥死板的教学只会让学生们厌倦学习。到了放学时候，校工们启动发动机，开始往来河面上送孩子们回家。上普通学校的孩子们遇到雨季就要放假，但是这所特殊的学校只有节假日才休息，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效率。校工们属于半志愿形式，莫西姆负责操纵船只，一根细绳连接引擎控制船速，一脚掌舵控制方向。一共2名校工，工资并不高，即使光靠这点工资很难维持家人生计，但他们始终坚持着，只为了给孩子们求学提供服务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相比艾蒂，10岁的苏琪则没那么幸运。幼年父亲去世，她是家中兄妹最小的一个，回到家还需要打扫卫生和做饭，还没来得及学习，母亲就让她去抓田螺。因为没钱买饲料，他们只能抓田螺喂鸭子。农田被淹了之后，养鸭子成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。母亲已经考虑着要将苏琪嫁出去，因为家里条件困难。姐姐15岁就早早嫁人了，她始终不忍心告诉母亲她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。在一旁尚未淹没的农田内，阿尔普正在收割芋头。8岁的阿提亚帮父亲搬运，让稚嫩的女儿帮忙，父亲也很过意不去，但他也是迫不得已。一个芋头在市场上能卖20塔卡，折合人民币1块5。父亲将沉重的芋头搬到船上，再将女儿抱上船，冒着大雨驾船30分钟，趁新鲜将芋头带到市场上出售。市场摊位已经占满，阿尔普只能在雨中摆摊。女儿阿提亚心疼父亲淋雨干活，
始终举着雨伞站在后面。晚上，阿提亚告诉母亲，他想尽量多读书，以后想当一名老师。母亲很欣慰，她不想女儿再过她这样的日子。阿提亚也很争气，他对零食和衣服都不感兴趣，唯独只想好好读书。在女儿上学期间，阿尔普驾着船出去捕鱼，地硬耕地，水库捕鱼，这里祖祖辈辈这样生活着。如果只依靠一项收入糊口都难，更别说供孩子上学。但这片水域的渔获并不可观，只有些指头大小的小鱼，1公斤渔获可以卖到100塔卡，折合人民币8块钱。艾蒂父亲今天也接到了新的活，他要带着12头牛去对面岛上放牧。他们需要驱赶着牛群游过宽阔的湖面。如果牛群只喂干草，将不会产奶，这不是一般人敢接的活。1头牛价值7万塔卡，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。如果弄丢1头，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还债的路上。佐瑞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1头牛，那样会让他的收入大大提高。游到浅水区后，他们还需要走上5公里，耗时1个半小时，才能抵达牧草丰盛的地方。牛主人全程只负责驾着船在后面跟着。所幸这些牛毫发无伤，只有肩上有着沉重压力的一家之主才敢冒险接这样的活。虽然他已经厌倦了这样的工作，但也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驱赶牛群回到村庄。今天一天工资是500塔卡，折合人民币40块，这是他脚趾头都泡到裂开才换来的酬劳。周六上午，孩子们聚集在村头，为父母们表演了他们精心准备的节目。求学之后，孩子们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他们学到了知识，获得了自信，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路有了清晰的方向。